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最恐怖的3个一起在他面前晃荡，再铁的心脏也遭不住这么玩啊！这里竟然有只鬼王，怪不得今晚找了一大圈，才在角落里找到一只邪灵。原来是被你先下手，有意思。要是能吃掉你，我就能突破这个瓶颈了。他话音还未落下，招财已经忍不住朝着他冲上去了。不是画面里的人，可以吃啊，生吃！趁着一人一鬼开打，叶玲珑赶紧扯了扯罗延忠的衣服，示意他把外衣脱了。于是在赫连放和招财打得火热的时候，叶玲珑狂奔了出去，身后还跟了一个裸奔的罗延忠。这不是大晚上危险重重的遮云城吗？为什么会有变态大叔追着小姑娘跑的戏码？这么重口味的，这鬼王还会制造幻境的，他中招了吗？这么厉害的？他这一愣，招财一爪子下来，抓破了他的胸口。陆白薇和穆萧然已经听到动静起来了，正站在门口四处张望。快跑！叶玲珑喊了一声，继续往前跑。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他心爱的招财可千万不能被赫连放给吃了。好你个罗延忠，下流无耻，臭不要脸！你竟敢追着占我小师妹便宜，吓得她满街跑！你真的以为没人护着她吗？师兄，给我打，把她往死里打！小师妹，不用跑，别害怕，师兄给你狠狠教训她。蹲在叶玲珑找到的一个新的不起眼的偏僻民房的角落里，罗延忠有些怀疑人生。给你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罗延忠激动地打开了怀里的袋子，看到里面寥寥几百个下品灵石之后，脸又垮了下来。你不是很有钱吗？可是你的伤就值这么多呀，你觉得不够的话，那么我重新打一顿值钱的。你们是为什么会觉得我有那个勇气和能力追着你们家小师妹占便宜的？那画面看着就像呀。再说了，我家小师妹虽然平时挺厉害，可她终究只是一个11岁的小姑娘而已。对啊，她还只是个小女孩而已，她肯定会怕她。你们是不是对你们家的小师妹的定位有那么些偏呢？谁家11岁的小姑娘会徒手抓鬼啊？不是，你跟着瞎点什么头啊？你自己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自个儿心里没点数吗？哎呦我的妈呀，你们清玄宗的人都这么离谱的吗？谁让你好端端的在街上裸奔？但凡你多穿一件，就不会有这个误会了。那我那衫也绣了红色太阳的标记啊，我有什么办法？你就算绣了个标记，你把那个标记给撕了不就行了？又不是全内衫都绣满了。听到这话，罗延忠愣了一下。对哦，单一个袖口上的标记而已，他干嘛要脱光啊？五师姐，别为难他了，但凡他聪明点儿，他们炼阳殿10几个弟子里面就不会只有他一个人被俘了。说得好，以后别说了。这么说来，你们也看到人吃鬼魂了吗？我之前就说我撞见了，你们都不信我。纠正一下，只有罗延忠不相信你，小师妹我是绝对相信师姐的。有句话说出来呢，虽然打击人，但事实就是这样子，越是不信邪，邪就越往自己身上挂。没想到赫连放竟然会用这种手段增长修为，跟他正面一比啊，柳元旭正派多了。你们平时没发觉到他的不对劲吗？他是首席大弟子，对我们来说他远在山巅之上，我们哪有机会亲近他呀？所以你问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他好像自从上次一次巅峰舞会差之毫厘输给司玉琛之后，整个人就变得更加的深沉了。那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办？能怎么办？假装不知道呗。难不成我还跑去掌门那里啊告状说他吸食鬼魂吗？不可以吗？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家小师妹这俩晚上在外面徒手抓鬼，甚至还追着鬼魂满街的跑，你信吗？侮辱我可以，侮辱我师妹不行。大胆狂徒，拔剑吧！我虽不喜杀生，可若你一定要找我小师妹的不痛快，那我就让白虎送你一程。想起他那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门，他顿时就心痛。算了，师兄师姐，今晚上他上演了一出大街裸奔，现在心里难受，口不择言。咱们呢，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他一会儿吧。我谢谢你宽宏大量啊。我要出门检查一下四周，你这么盯着我，是想要跟我一起去吗？罗延忠吓得赶紧收回了视线，使劲摇头。我去，小师妹，我跟你去。师姐，我还是自己去吧，毕竟你有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强大自己，震慑敌人，还有顺便看看这烈阳殿的细作。陆百威认真的点头。小师妹你放心，强大我保证不了，但拿捏细作那是不成问题。交代完毕之后，叶玲珑迅速的离开了这屋子。不知道招财怎样了，叶玲珑担心的不得了。招财正被一大群人围攻，怎么办？有了！这什么玩意儿？这鬼王竟然会制造幻境吗？这么厉害的吗？待回过神来的时候，招财已经突破封锁，朝着叶玲珑所在的方向飞过去了。眼看着司玉晨马上带人冲到他的面前，他行动迅速的把招财重新装回他的棺材盒子里。救我！快救我！我好害怕！邪灵听到这哭喊声，挣扎得更厉害了，那丑陋又狰狞的表情上充满了恐惧。放开我！快放开我！挣扎之剧烈，搞得叶玲珑差点抓不住脱了手，一剑朝着恶灵劈了上来，然后再用他手里头那串佛珠的力量，把邪灵给当场打散了。大晚上的，这里怎么会有个小姑娘？大师兄当心！是你？是你？姐夫，我竟然在这里遇见了你，我终于得救了，吓死我了！大师兄，他叫你姐夫，难不成他是荣月的妹妹？没听荣月说过他有个这么小的妹妹啊。哎，你怎么没有穿七星宗的门派服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是跟着荣月一起来的吗？叶玲珑瞪大了双眼，那稚嫩的脸蛋上看起来惊恐万分，别问就是惊吓过度，一概不知。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我和师兄师姐走散了。那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鬼王？鬼王不是被姐夫一剑杀了吗？刚刚攻击你的那个怎么可能是鬼王啊？你要是真的遇上他，他一口就把你这个小豆芽给吃了。吃我真的只需要一口吗？是啊。那吃你岂不是只需要半口？那鬼王不一般呐，若是放任他离开，日后恐怕不知道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姐夫，鬼王真的那么厉害吗？我好害怕啊！能不能送我回我师兄师姐那儿？我一刻也不想在这儿了。好，我送你回去。谢谢姐夫。哎，你叫姐夫叫的那么甜，要么你也来叫一声哥哥听听。我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大哥死了，满月的时候二哥死了，白天的时候三哥死了，在我周岁的时候我四哥逃命去了。你确定要让我叫你啊？江玉章，你干嘛老去调戏人家小姑娘啊？你把人家都给吓坏了。关你什么事？再说了，这又不叫调戏，我是看他刚刚吓坏了，想跟他说说话，省得他心里害怕。帮我师兄交代，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我又不算陌生人，我是你姐夫的同门。姐夫，
送我回去需要你们同门那么多人吗？我怕耽误他们的事情。大师兄，你不在，没有佛珠在手，鬼王来了我们对付不了，你不会想丢下我们吧？司玉晨没办法丢下他们，你们安静点儿，别把他给吓坏了。于是一行人陪着叶玲珑浩浩荡荡地回到了他们躲避的那个小院子里。小师妹，师兄师姐，我回来啦。奇怪，怎么你的师兄才金丹，师姐在筑基呢？竟然还有个炼器。首先，我罗岩中没有招惹任何人。姐夫，我也是个筑基啊，跟他们在一起很正常啊。确实，可你们这个配置出现在遮云城是不正常啊，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姐夫，你说的对，这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我们天亮之后就离开。那怎么行呢？你们走到这个位置已经很危险了，靠你们自己肯定是出不去的。这人好烦啊，能不能闭嘴？没关系的，我五师兄很强的，他可以保护我们离开。他要是很强，为什么会把你弄丢啊？现在不仅是叶玲珑想打他，就连穆萧然也有这个冲动。再说了，即便你们能自保，可带着一个炼气期的拖油瓶，寸步难行啊。现在就连卑微俘虏罗延忠也想打他。的确如此，鬼王就在附近，这里很不安全。这样吧，你们先跟我们走，等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再放你们自己走。气氛都到这儿了，他这贼船是不上不行了。那就多谢姐夫啦。客气。他们一路杀进去，轻轻松松，就跟砍瓜切菜似的，让叶玲珑占不到一点便宜。好不容易漏了一只妖兽过来，江玉征奋不顾身地冲过来救他。沉默了片刻后，他终于忍不住问道：这尸体能给我解吗？当然可以，我帮你解。叶玲珑心情好了许多，终于不是颗粒无收了。谢谢。司玉晨带着队伍朝着遮云城那座最辉煌的戏院里面走去的时候，来了，重头戏可终于要来了。叶玲珑知道进到戏院以后的内容会很劲爆，但万万没想到一进门就是高潮。叶玲珑见此，赶紧从戒指里摸出了一袋灵果。罗延忠捧着手里的灵果，内心一阵激动。玉晨，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不该出现是吗？是我搅扰了你们的好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一上来你连问也不问一句，就直接给我判罪。其实在你心里从未相信过我吧？亦或者说，我在你心里就什么都不是？看见思玉晨没？这就是不好好修炼，闲着没事谈恋爱的结果。他但凡没喜欢上我姐姐，现在就可以嘲讽一句你真脸大，被我捉奸还倒打一耙，老子不伺候了，然后拂袖走人。听到这话，其他三人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师姐，那过几天你要是在遮云城撞见他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你该怎么做？结合了一下现场的反面教材，他给出了答案：上去祝福他们长长久久。不对，你要上去暴打他一顿。为什么？我又不在乎他们，我生什么气啊？你不在乎他，不妨你暴打他一顿啊！打他只是因为他骗了你家的乱心境，不是吗？对啊，我本来就是要来暴打他的。他身边有没有女人，不影响我这个决定啊。没错，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初心不变。谢谢师妹，受益匪浅。不客气，我也是刚刚从他们身上总结到的真理，不过是相互传授经验罢了。完了，他已经找不出小师妹话里头哪个地方不对了。哎，别说话了，快看，有新进展了。我和荣月之间清清白白，我们只是一同进了这遮云城历练罢了。他跟七星宗的同门走散了，我怕他一个人有危险，他担心我会被仇家找到，我们这才一路相伴，不离不弃的。他这话一出，司玉晨的脸色更沉了。玉晨，天佑他救过我，
不可能明知道他的仇家在追杀他而丢下他不管的。若我真的是那样冷血无情、见死不救的人，你会开心吗？这个我懂，我来给你们讲。我不能丢下他不管，也不能放弃你不要，这不就像极了我平时在外面杀人夺宝时候的样子吗？遇到一个杀一人，遇到两个杀一双，但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会为我的贪心不足而付出代价的。因为对面两个人发现之后啊，可能会联手把我自己给暴打一顿，导致我最后一个都逮不着，所以一脚踏两船是要不得的。两个都打不到，且还是被对方联手打了一顿，那只能说明你实力太差。与其总结经验不要一脚踏两船，不如提高自己以后遇谁都一锅端。想啥呢？一锅端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吗？我不想打击你，但我小师妹走到哪都是一锅端的。对啊，要不是你们搞什么遁地阵法，你们炼阳殿不也被我小师妹一锅端了吗？讲话就讲话，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学会一个道理：只要道行深，想要几春就几春。叶玲珑抬了抬下巴，指了指前方的戏台子，竟然没谈崩，两个都留下了。归根结底，提高自己。他们拉拉扯扯那些时间，你们用来好好修炼，不眠不休的修炼，未来必定精彩绝艳。再说了，修为高了，实力强了，若是有人心变，一刀让他变太监，这样不是更爽？一刀让他太监，爽！听到这话，罗延忠和穆萧然莫名的挺直了身体。小师妹，你年纪小，不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有什么啊？我虽然年纪小，但还不是在这儿看人家情情爱爱，我连男人裸奔都看过。我大师兄现在心情不好，换我来照顾你。你看我像是需要照顾的样子啊？你不如去照顾一下你大师兄，他太呆了，斗不过那只狐狸的。狐狸啊！糟糕，一时没注意，把许天幽来自妖界狐族的事情说出口了。你不觉得他长得就很像狐狸精吗？一直在勾引你未来大嫂，没准勾着勾着你就没大嫂了。你没大嫂是小事儿，万一你大师兄想不开，走火入魔，你们昆吾城就没有首席大弟子了。被叶玲珑这么一吓唬，江玉征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些。那你能不能帮帮忙，去劝劝姐姐？他至今都没发现我在队伍里，你觉得我人微言轻的劝得动？荣月他好像真的没有注意到他妹妹也在这里。你伤心了？怎么会？姐夫越多我越开心，走哪都有人照顾我这个小姨子。最终，江玉征不得已转身去了司玉晨那里。小师妹，你有没有发现江于征好像对你有什么想法？发现了，他没事就来找我茬，大概是看我不顺眼，总想让我不痛快。这样吗？我还以为他总来献殷勤是想骗你钱。不是吧？我还以为他只是想来操你的死八福而已。穆萧然直接惊呆了，这里还有没有一个正常人了？那小子天天到他家小师妹面前来刷存在感，分明是因为他年纪小，好糊弄，方便套话呀。醒醒啊，你们都在想什么？白天看了一场狗血大戏，并受到了激励和鼓舞的叶玲珑四人正坐在垫子上打坐修炼。啊，玲珑，你怎么在这里修炼啊？修炼态度认真，不错。修炼态度是很认真，可方法也太不严谨了吧？这煞气遍布没有灵气的地方，认真有什么用呢？以前我们爹娘总是跟我们说，笨鸟要先飞。玲珑她一定是谨记了这个道理。对，所以当初姐姐先我一步开启了修炼之路。这里危险重重，你在后面跟好了，到时候要听指挥，自己不能乱跑，否则你出了事，我也保不住你。好的。玉晨、天幽，我和妹妹有点体己话要说。两人心领神会的转身离开。
还记得上次我问你的凤凰神火诀吗？你把它给我，这只千年灵参就送给你了。你资质不行，难有进展，这只千年灵参可助你突破瓶颈，更上一层楼，是你最需要的东西。若真的有一天他需要靠嗑药突破，那还不如直接啃胖头，啃完再给他补上。谢谢啊，但本门秘籍恕不外传。如果你愿意，七星宗的法诀我也可以教你。谢谢啊，但我不想学七星宗的法诀。以我的天赋还有气运，未来必定前程似锦。你卖我个人情，跟我交好，对你来说是件好事。谢谢，你高分是你的事情，我在茶里跟你八竿子打不着，这人情我恐怕用不上。哦，对了，你现在这么有钱，不如把之前欠我的债给还啦，我看你还欠多少。钱可以给你，欠条不准拿出来。如果你没钱也不要紧，这只千年灵参可以抵债。这话一出，叶荣月赶紧把千年灵参收回来，不让他再多看一眼。他从戒指里取出了一袋灵石，递给了叶玲珑。4000拿去，我还完了，以后不准再把那玩意儿拿出来。叶玲珑数了数灵石，确实有那么多。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你，因为你是还完了，可你大师兄还差我4500，以后我催债的时候还得拿出来，要不你替他把他那部分还完，我欠条直接给你毁了行吗？不行！这一吼，附近的人都朝着他们看了过来。叶荣月赶紧露出了一个笑容，门都没有，你让他自己还。看样子又吵架了，这个个的你可真忙啊！你又在阴阳怪气的算个什么劲儿？这时，忽然间，整个西院之内光线一暗，只听一道哀怨婉转的戏腔从西院的四面八方传来。这什么情况啊？好可怕呀！我也没经历过这个呀。先前见到的那些鬼都不会说话的。干嘛？又想占我小师妹便宜？哪有？我分明是害怕呀。害怕你不抓我五师兄，抓我小师妹干嘛？不是我现在解释给你听，你会信我吗？就在这戏腔唱了一段之后，一个黑色的鬼魂忽然出现在了戏院天花板上，正在俯瞰下面的人。昆吾城弟子，叶玲珑一看到大宗门的人摆阵法，第一反应就是昆吾城的弟子这是要开溜了，赶紧拿出笔，在穆萧然和陆白薇的掌心上画了一个符。罗延忠也赶紧把手心朝着叶玲珑伸过来，只见叶玲珑犹豫了半晌，迟迟没有下笔。你在犹豫什么呢？我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竟然不管我的死活？不是啊，你身上有我的禁制，这里画不了符。那你就不能帮我把禁制给解了吗？不能。你怕我跑了呀？因为我不会。禁制你都给我下了，怎么解你就不会了？那我不慌，虽然我不会，但是我带了书马上可以学，你等我学会了就给你解。哎呦我的妈呀，我暂时不解了，你还是想想我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禁制吧。你幅画就能画那个位置吧你。其实要不了多少时间，但罗延忠如此着急，那你把脸凑近些。戏院房顶上的黑影迅速地奔冲了下来，以司玉晨为首的昆吾城弟子借用阵法的力量，将他们的灵力最大化，朝着那个鬼影轰了过去。这一轰，鬼影从一个变成了无数个，迅速地散落在戏院的各个角落里，朝着戏院其他人攻击了过去。我当时有多厉害呢？鬼魂打散反而更不好对付，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来砸场子的。然而司玉晨多一个眼神都没给他，握紧了手里的佛珠，不断的运转灵力，斩杀遍布各处的鬼魂。陆白薇和穆萧然没见过这个阵仗，他们不断的挥剑抵御鬼魂。
挡不住的时候，只要把手掌心往前一伸，鬼魂就会退避一下。趁着这个空档，他们也算是顶住了压力。在他们3个认真挥剑抵挡鬼魂的时候，罗延忠两手空空，浑身抽风。他那写了符文的脸不停地往前撞，像极了不知哪里来的智障。为了活命，他真的拼。就在他们抵挡得越来越吃力的时候，所有稀碎的鬼魂突然间卷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漩涡，要把人吸进去。叶玲珑眼看情况不妙，赶紧掏出了一根绳子，让他们3个系在腰间。男主有男主光环，女主有女主光环，炮灰有热乎盒饭，心溜为敬，有缘再见。他们3个人串成一串，被叶玲珑带着往边上走。师兄师姐，快拿爆炸符把这个门给炸开，我在后面给你们抵挡鬼魂争取时间。忽然听到身后轰的一声巨响，震得整个戏院都在晃荡。只见一座原本密不透风的戏院被炸塌了一面墙。我的心愿，我的大本营，你们竟然给我炸了！你们4个蝼蚁都给我拿命来！看到这架势，叶玲珑赶紧拉住了绳子，贴上了加速符，带着他们3个拼命狂奔。我让你们炸个门，我们悄悄溜走，没让你们把我老窝给炸了，仇恨直接拉满啊！我本来是打算贴2张爆炸符的，可我没想到武师们一出手就丢了30多张呢。武师姐，你是不是对我的爆炸符有什么误解？小师妹，有没有可能是我平时掏钱掏习惯了，一时没改过来？快，跑去前面的房间里面去藏起来。他把招财从棺材盒子里放了出来。看到鬼王的那一瞬间，他们吓得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儿了。他们一边吓得魂飞，一边狂奔冲进了那个有佛像的屋子里。叶玲珑迅速地在门口布了一个又一个阵法，防止鬼爪冲进来。哎呀，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吧！我的个心脏啊！陆大小姐，以后你用符的时候能靠谱一些吗？我但凡用符的时候能跟我小师妹那么熟练，你现在就蹭不上我们的车了。叶玲珑靠在门板上戳了个洞往外看，这老鬼不但会说人话，而且1分为2，还战斗力这么强，肯定是得了机缘，开了荤，吞了不少同类。而他家招财这才刚满月不久，还是个可爱的宝宝，不行，他得想个办法让招财支棱起来。叶玲珑，想想老毕，想想我们在秘境里的情谊，再想想我是怎么帮你照顾长耳的，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胖头啊，你看看我们的处境，看看与你同处一处的招财，我养育你那么久，你是该对我有所贡献了不是？我知道我逃不过今天，我只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自己动手？可以，但我也有一个请求。叶玲珑十分嫌弃的道：胖头，你戏能不能别那么多？胖头骂骂咧咧，低下头往自己的手臂上、腿上还有脑袋上拔下来许多根开叉的根须，塞进了叶玲珑的掌心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叶玲珑将根须收了起来，趁着他不注意的时候，一枚银针戳进了他的屁股里，搅了一下又拔出来，将果汁滴在了干枯的根须之上。女流氓，你又趁机碰我屁股！屁股？谁在摸屁股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师妹还是个孩子，别天天在她面前说这些。就算是你要无脑货，你好歹也该明白这声音就是从你小师妹那边发出来的呀。他们要干架，不能换个地方吗？在我们房门口干架是几个意思啊？算起来已经是第3次看见这只鬼王了，也算是老熟鬼了。我们是不是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不要啊，我账上还有10来万零食没花呢。是我的错，我应该拦住你们的。就在他们内心无比悲伤的时候，叶玲珑忽然打开了房门。
然后叶玲珑在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时刻，朝着招财冲了过去。电光火石之间，叶玲珑将刚刚收集到的沾了果汁的胖头的根须一把塞进了招财的嘴巴里。塞完之后，他嗖的一下回到了房间里，关上了房门。当看到招财吞了胖头的根须和果汁之后，整个鬼身壮大了一圈，力量也比之前强大了不少。他激动地叫了一声好。瘫倒在地上的其他3人一脸问号，他们真没看出哪里好，光提升自身实力不行，还得加点外挂。于是叶玲珑从戒指里摸出了一叠符纸，眼看着叶玲珑又有新动作，3人一伙迅速掉头往房间里狂奔。你们怎么跑那么远？武师姐，快过来，我不能没有你。被点了名的陆白薇愣了一下，然后壮着胆子重新跑回到了叶玲珑身边。师姐，快给那个鬼弄一个加攻击的加持场。陆白薇点了点头，他拿着符枪对准了招财就一通扫射。在符纸和加持场以及胖头的3重提升之下，招财顿时变得勇猛无比，凶悍异常。他一张口把那个鬼爪的一个手指头给咬掉了。师姐，再加点攻击，把攻击拉到满格。加，死命加到疯狂，加到变态，加到无鬼能及。还要加？那鬼爪意识到不对，赶紧往外跑，但是招财并不打算放过他。那鬼爪慌张了起来。这时他急中生智，这一夜月切人离别，可笑我曲终弦断，可叹我前尘尽忘。这摄人心魄的声音一出，两边的人脑袋都开始嗡嗡的疼。不就是唱歌吗？谁还不会了？于是他从戒指里拿出了一枚弹丸。这声音一出，那戏腔顿时抖了一下，一个心乱直接唱破音了。但很快他调整了过来，几声叹息几消愁，我自心乱为君忧。他服了。在这戏院长了10几年的老鬼，现在整只鬼非常的凌乱。这时在戏院大堂里焦灼的跟老鬼另外一半对战的主角团一行人，被老鬼这一手戏腔版好运来给惊呆了。不是，这又是什么新招数啊？他在唱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这么洗脑啊？好可怕呀，比刚刚的那个戏腔还可怕。戏腔我还能抵御一下，这首一唱，我脑子嗡嗡的全是好运来，救命啊！小师妹，虽然外面的那个画面很恐怖，我不是很敢一直盯着看，但我还是想问一句，那个鬼王是在随歌声摇摆吗？应该是吧，这战歌一响，他战意叠满。先前在外面吃的那些都是小虾米，一点营养都没有。这老鬼的道行可是比招财要高的，吃能吸收到的力量那可不一般啊。快吃，不要停啊，增强自己，你能行的。终于招财再次把自己放大的身体吃得鼓鼓的，他实在是吃不下了，这才松了手，放那老鬼离开。完了！这时鬼王飘了进来，在叶玲珑身边停下，隆重向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宠物，它的名字叫招财。小师妹，你管它叫宠物？对啊，上次在清玄宗的时候，我就想让你帮我驯化它一下的，结果二师姐不让，她说鬼魂系不是你的专长。五师姐你别怕，招财它很乖的。是真的吗？是啊，
你没觉得在修仙界那些姑娘们都养兔子、小鸟做宠物的时候，养一只鬼王很酷吗？陆白薇精神一振，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我要不也养一只啊？你就别养了，它的食物不好找，得去满是煞气的地方。哦，那好可惜啊。叶玲珑介绍完毕，把招财放回了棺材盒子里，让他在里面慢慢消化他的这一顿大餐。他走到佛像旁边，把昏倒过去的罗延忠给弄醒。醒醒，是我。罗延忠睁开眼睛，下一秒他重新昏了过去。陆白薇这时忽然有那么一点点理解罗延忠了。小师妹，下次还是我来唤醒他吧。哦，好的，我们先离开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过夜吧。明天再往燕府里面走。还要往里走？此行暴打贺在庭的任务没达成，我们怎么能无功而返？是吧，吴师姐？对，小师妹说的对。陆白薇愣了一下，收回了神思。小师妹，你刚刚说什么？捂着心脏的穆萧然忍不住又咳了2声。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哦，既然已经商量好了，那我们现在启程吧。吴师姐，你去把罗延忠给叫醒。好。西院大厅的位置已经没有了声音，想必是主角团已经打通了这一关，前往下一关燕府里边去了。燕府的大门敞开着，一看就知道主角团已经率先进去踩雷了。如今进来一看，当年燕府灭府的时候啊，状况确实很惨烈，遍地都是白骨啊，一个都没逃掉。当年燕家有仇家吗？我查阅的资料上显示是没有。燕府虽然是8大世家之一，但是他当时各方面都不算突出，平时也很低调。燕家这么大个世家呢，要是能一夜之间灭府灭城，他招惹的仇家得多强啊！原著的所有侧重点都在叶荣月怎么如鱼得水的驾驭2个美男，又如何轻轻松松就捡到了城主的绝世宝剑。眼看着马上要天黑，叶玲珑选了个宽阔的大厅作为休息的地方。今晚先在这儿过一夜，明早我们走快一些。罗延忠忽然站起来，朝着门外走了去。哎，罗延忠，你去哪儿？只见罗延忠转回过头来，对着他贼兮兮的一笑。我去方便，你要跟着一起吗？叫你不要天天说这些不要脸的话，占我小师妹的便宜。罗延忠抬头瞥了他一眼，眼神里带了几分寒意。哎呀，他翅膀硬了是吧？他一个小小的练气，还跟我长脾气了。小师妹，你说的。他转过头去，看到叶玲珑也是一脸凝重地看着罗延忠离开的方向。小师妹，你也觉得他不太对劲，是吗？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那你觉得是哪里不对劲呢？叶玲珑出来追罗延忠的时候，跟陆白薇和穆萧然交代了一遍，让他们待在大厅里面不要乱走。他不明白罗延忠是中了什么邪，原本胆小如鼠的一个人，竟敢一声不吭的就往外冲。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干脆把招财给召唤出来。招财，我让你在棺材盒子里好好消化昨晚吞进去的10几年份的老鬼，我没让你蹲在里面偷偷摸摸给我整容啊！你这样吓死我！快给我恢复你那人畜皆惧的鬼样子！招财好像没听懂叶玲珑说的话，他歪着脑袋一脸无辜。邪乎，这也太邪乎了！走进这个地方，别说罗延忠变得胆大包天，就连招财也变得眉清目秀了。中招的可能不止罗延忠，还包括现在的自己。这时他想起了四师姐炼制的清心丹，他赶紧掏出来吃一颗。看到招财又变回了他那副鬼样子，带着招财一路狂奔，跑去追罗延忠。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角落里抱着一根人腿骨在啃。那这不是叶子姐吗？旁边这位是姐夫吧？郎才女貌，实在是般配的很啊。将一枚清心丹递给了他。
姐夫说你嘴甜，请你吃颗糖，拿去，不客气啊。这么说就客气了不是？怎么说咱也是自家人，叶自己的男人就是我罗延忠的大哥。清心丹入口，眼前的景象顿时一变，原本是修真满满的烈阳殿庆功宴，顿时变成了荒废了10几年的宴府。罗延忠吓得尖叫起来。喂，你还好吗？如果你还没死的话，赶紧起来跟我走，我为了追你跑了好远，不知道我的师兄师姐们怎么样了，我得快点回去找他们。罗延忠脑袋嗡嗡的，但听到其他人也不安全，他还是强撑着站了起来，跟着叶玲珑往回走了。果不其然，陆白薇和穆萧然都不见了。他们找到穆萧然的时候，他的情况还算好，因为他意识到不对劲儿之后没有再挪动了，找了个地方安静打坐等待救援。叶玲珑走过去给了他一枚清心丹之后，他人就正常了。难搞的是陆白薇，他已经挂好了白绫，脖子也放进去了，就差脚一蹬，人就可以安息了。一颗清心丹下去，小师妹，我没想到临走前还能再见到你一面，对不起，我不能陪着你大杀四方，不能给你加持战斗了，你自己保重。怎么的？其他人看到的都是鬼片，陆白薇见到的是琼瑶剧，一来就上演生离死别。不是姐，醒醒，你没事了。是啊，我这一去就什么事都没了。哎，我醒来的时候看着五龟抱着鬼王都没有你这么想不开呀，你到底是看见什么了？我看到我被人强行推进了洞房里，一掀盖头，看到贺在庭冲过来把我抱住，再掀盖头，看到了罗延忠撅着嘴想要亲我，最后一次掀盖头我没敢掀，我怕又要看到什么人间惨剧，我就闭着眼睛朝条白绫上吊去了。五师妹，你不会跳起来暴打他们吗？你怎么会想不开吊自己呢？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好难过好难过，就一门心思想去死。对，就是这种感觉，我也是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啊。小师妹，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还是用老办法，我们4个人手里系根绳子，串成一串，保证不走丢，至少不会出现刚刚那样他肯蛊惑你上吊的情况。他们出门的时候，这才发现之前原本已经暗下来的天色，此刻还是亮着，所以之前以为的天黑其实是假的。这时有路过的燕家弟子礼貌地向管家点头问好。管家，咱们府上是来了贵客了吗？怎么准备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哈，贵客算不上，但那是老爷的故交。来了很多人吗？啊，没有，就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师傅就要这么大肆招待他吗？那位故交特别吗？有多特别啊？说了你也不懂，你师傅的事情少过问吧。你们赶紧练功去，回头啊，老爷要检查你们的功课看，别做不好全挨罚了。你们看到了吗？管家、弟子、故交，真是燕府从前的画面。应该是吧，上去找管家问问，看看他搭不搭理我们。正要问话的时候，管家忽然转过头来，顿时他脸上露出了一抹极其惊恐的表情，然后下一秒他整个人被撕成了2半，眼前所有的和平景象全部消失了，白天变成了黑夜，整个燕府变得鲜血淋漓的。罗延忠的一声惨叫让其他3人回过头来，只
只见他的手臂碰到了绿色的邪火，整条手臂开始灼烧了起来。叶玲珑捏了个上善若水诀，一团水花砸到罗延中的手臂上，但却一点效果也没有。好冷，这像是鬼火，烧得我全身发冷，怎么办？越烧越大了，我的手，要不直接砍了吧？叶玲珑重新捏了个凤凰神火诀，一团火焰砸到罗延中的手臂上。这一回，那绿色的邪火被凤凰神火给烧掉了。哼，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吃一枚清心丹就知道啦。清心丹很贵的，回头你还试下把钱给我啊。能不能打5折啊？可以打5折，骗你的，赶紧吃。看样子这清心丹吃下去维持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得隔一段时间就吃1颗，直到下一个机遇出现。什么？吃1颗不行，还要时不时的补1颗呀？若真的到了吃不起的地步，看样子只能卖自己了。走了没多久，他们看到前方有一座气势磅礴的阁楼，阁楼的前3楼会开放给世家的嫡系，中间3楼需要世家老一辈的掌权者、爷爷、叔公这种，类似于宗门里的长老才能进去。最后3楼基本上只有家主才有资格上，至于里面放了什么，每家都不一样，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机密。阁楼那边的天是黑色的，快走啊！小师妹，你要当心一些，那边有危险。我知道啊，没危险我还怕他骗我呢，有危险才说明是来对地方了不是？小师妹，我来了。走吧，我殿后安全些。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好像看到那边有个人影，应该是又中邪了。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吃一枚清心丹呢？暂时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保不齐还是和之前一样的10几年前的片段。我们先静观其变。刚到2楼上面，他们就看到了2楼放物品的柜子旁边有人。啊，小师妹，我怎么觉得这个片段里的人有点眼熟啊？我也看到了，上面有熟人呢。我的天哪，怎么会在这片段里看见他呢？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说的熟人是贺在庭，我看到那个靠骗婚骗走我家乱心境的渣男了。你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眼熟？我不认识什么贺在庭啊，我说的是我们烈阳殿的首席大弟子贺连放，他在那里。这片段放的不是过去的艳福，而是每个人心里最恨的那一位。十有八九是了，不然贺在庭和贺连放怎么可能在一起？他们八竿子打不着啊！小师妹，这上面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熟人？我好像也看到了一个眼熟的，而且这个片段也太假了。贺在庭出门之前，我被迫见过他一面，他当时还是个小金丹，可眼前这个，光看气势已经到元婴了，绝对不可能是他。纵使我知道他是假的，我也要冲上去暴打他一顿，以泄我心头之恨。打出经验以后，再见到真人，我一定狠狠削他。那你嘴巴里边含着清心丹是干嘛呀？那不是假的吗？我怕出事啊，一有情况我立马就吞下去，万事大吉。于是他眼见着陆白薇朝着贺在庭冲了上去，动静之大，导致楼上所有人都朝着他看了过来。薇薇，只见陆白薇抬起凝聚了灵力的手，狠狠地砸向了贺在庭的胸口。眼看着贺在庭被陆白薇锤了，却一点反抗也没有。罗延中顿时就来劲了，他把清心丹丢进了嘴里，朝着贺连放冲了过去，一拳砸向了贺连放的脸，一道灵力打在他的胸前，将他直接打飞了出去。你有病！他现在连假人都打不过，罗延中当场气哭，然后把嘴里的清心丹给吞了。这好像不是幻境，罗延中顿时就吓疯了。
眼看着贺连放抬起手掌，正准备一掌了结他的时候，不好意思啊，他确实有病。自从修为跌到炼气之后，人受不住这刺激已经疯了。这位大哥，您大人有大量，不要跟一个疯子计较。你们是何在田家的亲戚。听到这话，贺连放果然收回了手，转过身去，懒得搭理他们了。你能自己起来吗？我起不来，你能？那你歇着啊，反正也没你什么事儿。小师妹，竟然是真的，怎么会是真的？你刚刚不是说你也看到书人了吗？看到了当初修仙界收徒大会时，烈阳殿的那个管收徒弟的弟子啊，当时他凶巴巴的叫我滚远点，我就眼熟他了。小师妹，现在我们怎么办？踢到铁板了。没事儿，他可以假装爱你，你也可以假装先爱他呀。你可太信任我的演技了，压力顿时非常大。微微，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会到遮云城来？这事儿你爹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啊，就是他叫我来的。你的实力他再清楚不过了，他叫你到遮云城来做什么？他爹叫他到遮云城来找你。找我？你就这么担心我吗？对，他爹担心你拿了他们家的乱心镜跑路了，叫他帮忙把乱心镜追回来。